福气的猫友们，我是希望所有生灵都能被善待的安宇，欢迎跟着安宇一起学养猫。今天想跟猫友们分享的是如何照顾小猫，这简直不要太重要。小猫过得好，长大没烦恼，没有这个俗话，就是安宇自己说的。那分享给你我的经验以及认证兽医师所提出可以参考跟学习的地方。安宇目前有2只猫，一只是3岁的胖美短 Hoki， 一只是现在1岁的小美橘 Homia。今天分享小猫养育，就来讲讲养育 Homia 的经验吧。我们给它取名 Homia， 就是盼望它此生都好命。Homia 呢是在工厂被人捡到的。那据好心人说，Homia的妈妈出车祸身亡，然后我小猫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就过世了，只有就是 Homia 它吃人类丢弃的厨余，然后就活了下来。我们是在 Homia 大概3周还是1个月的时候捡回家的。那当时它只有比一个正常成人女性的手掌再大一点点，就大概这样子，很小。那照顾不到1个月的 Homia， 除了饮食上要给小猫自己的吃食以外，我们也把家里的一个空间就专门隔出来给它。那一开始呢，尽量不要让小猫有太大的空间，除了让它慢慢适应这个环境以外，也要排除它在过大的空间会产生的不安全感，跟一些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危险。还有躲猫猫是认真的，小猫真的可能会躲到你找不到。一开始的前1周，我们基本上虽然知道它在就是这个房间里，但是我每一次找它还是要找大概1辈子。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家有大猫咪，所以先隔离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而且是必要的。那现在很感谢 Homia 应该有在就是好命的路上。那今天安宇也分享美国猫科专业的兽医师 Wendy Brooks 在照顾小猫上提到就是我们可以注意的事项给猫友们。首先，当你迎来家里第1只小猫作为新成员的时候，你要先准备一个足够高的箱子。箱子是因为它们有一定程度的保温能力，那也比较暗，小猫比较容易可以产生一些安全感。你能在箱子的底部放一条毛巾，或是有自己气味的干净的旧衣服。你能在小猫还没有学会用猫砂的时候在里面铺尿垫。每天呢，你要勤劳的更换，让纸箱比较干净，也保持小猫的整洁。在它的空间里，你要记得放水。小猫的体温呢不能低于34度，这样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保持温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超过1只小猫在养，可以将它们放在同一个箱子里面，让它们相互取暖、相互熟悉跟学习。但注意是要没有什么年龄差距的小猫们。那吃的方面，小猫如果还没有过离乳期，会建议在市面上购买一些幼猫专用的配方食用奶或是奶粉。奶粉可以根据观察去调整水量，让小猫不要便秘或者脱水。你可以在宠物店或是兽医那边去买类似一个针管的东西，像照顾新生儿一样，去确保小猫可以透过就是针管可以很好的喝到奶，并且能在喂食之前去试一下奶的温度。那要怎么喂呢？这里就当然不能跟人类一样，就是仰躺就喂奶，要让小猫的肚子呢朝地板，大概2-3个小时就喂它1次。但如果还在睡觉，当然就不用吵醒它。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吃饲料呢？确保小猫的体重在稳定的增长，然后当小猫除了吸吮动作之外开始出现咬啊、咀嚼的这个行为，大概在它3-4周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可以开始给它一些湿的罐头。那一样，请买市面上标写全龄猫或者是幼猫专用的罐头。一开始呢，你也可以把配方奶对式罐头，然后抹食物在它的嘴巴附近，让它学习舔跟咬的动作。那大概4到6个周大的时候呢，小猫应该就可以开始吃干饲料了。那如果因为它换了一个新环境，你也可以把这个食物的周期拉长到它8周大，再给它干饲料。一样有很多市售的幼猫针对干饲料，我自己的兽医是推荐，如果家里的猫咪是干湿都有在吃的话，那干湿在幼猫的阶段可以尽量买同一个牌子，这样它的肠胃会比较好适应。我们家Homia的
的话一开始吃皇家，然后现在是希尔斯，后面的肠胃算是比较不好，也比较常拉肚子，所以研究了一下，小猫拉肚子可能是因为过度喂食或者转换饲料的速度太快，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后来呢，我们有安排后面去做腹部的超音波，看是什么原因，因为一直腹泻其实会影响营养吸收的速度，然后也会影响到之后的健康，所以小猫如果一旦有什么问题，就麻烦你一定要去找合法合规的兽医师。另外呢，关于洗澡的话题，如果小猫还没有学习怎么上厕所，猫友们可以拿干净的棉签、纸巾去轻轻的擦拭猫咪的排泄器官。猫咪其实不用洗澡，真的不用洗澡。但如果你觉得你在很夸张的地方救下它，真的需要清洗的话，那你要去市面上选择可以猫咪洗澡的沐浴乳。我不建议你送洗，因为猫咪太小了。如果不是状况太极端，我建议你还是擦拭为主。那额外分享一个关于离乳期的一个知识点。初乳顾名思义就是猫妈妈在生产后的母乳，那初乳含有非常丰富的抗生素，去帮助刚出生的小猫所需要的抵抗力，在前几个月活下去。如果小猫没有初乳的喂养，小猫在先天抵抗力上就会比较处于劣势。这样的小猫在大概2周大，可能就可以先去接种疫苗，毕竟环境整洁也至关的重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这个初乳，所以小猫如果没有初乳的辅助，可能就会需要后天我们去努力帮它去调整它在免疫力上面的一个补强。那希望安于今天的分享帮助到捡到小猫或想养小猫的猫友们去做参考。当然小猫照护上还跟疫苗这个区块，因为我想说的更仔细，所以疫苗这边我们就单集分开讲。如果你有幸成为照护小猫的有缘人，请给小猫多一点耐心跟爱，让它在爱里成长。那一样祝福天下的猫咪都平安，然后愿此生虐猫者可以用相同的方式被虐待。让我们一起守护猫咪吧，福气的猫友们，我们下次晚安见。欢迎你订阅、分享，也欢迎猫友们如果有想理解的主题，都可以留言给安宇哦。我们下次见，拜拜。